那我们在基隆。哎，你怎么带我来干嘛店？这家店是快有80年了。小时候很穷，对不对？哎，什么声音啊？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，这是防空警报，我们要赶快往后面走。来，跟我走。快！那我们基隆呢，大概有600多个防空洞，里面盘根秋节，待会要跟紧一点点哦，不然待会迷路，你可能在这边饿了3天3夜。这些哈，来，是我们健身码头菜。这个叫乌拉，这个是倒瓜包。来到这里就是要吃很当地基隆的菜。这个是大自然做的，是大自然做的。哇，大自然这么厉害啊！各位观众，如果你们喜欢我们今天的旅对，游，记得去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一定要啊！欢迎收看《老外在干嘛》。来到基隆小安，我们是不是要去庙口吃东西？走吧。不是啦，是哦你真是一秒人入基隆人。来到基隆，不只是庙口好玩，也可以来到基隆西安听有趣的故事，还有来看古迹的建筑。我刚刚约了一个老师，所以我们快点 ，Go Go Go Go！哎，你怎么带我来干嘛店？你去搭哦。不是啦，这家店是快有80年了。哎，我听到了，脆搭对吧？脆搭的台湾的店啊。我们来看这一家杂货店，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交流地方。是不是之前的 7-Eleven？哎，没错，不只是 7-Eleven，也是交流站，也是补给站，什么东西都在这边。什么都可以。对。最早的老板呢叫桂美，所以我们用她的名字，大家说去哪里去找桂美？桂美杂货店的老板的女儿。有人帮我取得外号是桂纶镁。3、40点我在码头开联结车的，港区来上班，大部分都在这个杂货店。所以以前我们这边有一种名称叫后宫啊，等待工作啊，集合点干嘛点嘛？你要帮，这些以前都是马来西亚小时候最传统的食物。哎，什么声音啊？不用担心，这是防空警报，我们要赶快往后面走。来，跟我走。我在看 YouTube 啊。快！刚才有没有听到那声音？那就是我们的空袭警报了，敌机来了。那我们要找一个最安全的地方躲避，就是我们基隆很特殊、很重要的地方——防空洞。我们做紧急避难的时候，或者来做指挥中心，就在这里面。在台湾防空洞密度最高的地方在哪里？在台北。在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叫做基隆，大概有多少个？2个。现在3个。我们大概有600多个防空洞。600多。是的。除了防空以外，还有什么作用？唱歌。抓迷藏。我们这边有很有名的一个叫山洞牛肉面店呢，我们躲防空进来了，我们就要去防空洞给它绕一绕。整个本康呢，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，我们很多东西呢都跟它有关系。老人家有时候呢在里面可以唱歌，妈妈们呢可以在这里面做美容。那就像刚才我们所讲的，我们可以吃牛肉面，对不对？好，小朋友里面呢可以去寻宝。哎，这刚好有点湿湿的、滑滑的，里面有时候有一些青蛙啦，也会在里面生活，非常有趣。要不要去找看看？我们进来探险一下，里面盘根秋节，待会要跟紧一点点哦，不然待会迷路，你可能在这边饿了3天3夜。不错。现在转化心情，待会走上去呢，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纪念碑，有没有很雄伟？对，日本时代呢，为了筑这个基隆港呢，筑了50几年，牺牲奉献很多，他们就要把一个呢殉职者纪念碑立在这边，来感谢他们的功绩。有没有像一个呢巨人还在守护我们的基隆港？刚才我们从下面一直走上来，有没有看到有很多特殊的房子，而且规模非常大哈？这栋呢，在日本时代呢，是我们最高长官的宿舍区，这算起来大概1930年左右到现在。你看这个博坎非常的完整，而且规模非常巨大，那就代表它的职等，它的位阶是最高的。大家有没有看到后面有一栋很漂亮的宿舍区？对，刚才呢，我们沿路走上来，一层一层的都不同的官阶。那日本时代最高的官阶就住在这个地方，那是我们主港最高的指挥官，基隆港务局局长的宿舍。那现在修旧如旧，那也就是我们未来的基隆港的史迹馆，希望大家呢来这边呢再好好的欣赏。那我们就循着这个历史轨迹呢，我们往里面走，再往后面见就是我们所说的高远新村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哈，我们这边有没有看到有红砖墙？有。国民政府来以后，很多主港的长官宿舍就住在这个地方，每一户人家都跟港务局有关。你跟阿嬷来、叔叔奶奶打个招呼，他会跟你讲整个基隆港的历史啊。那我们就往前走来看看。
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球仔山灯塔，国人自制的第一个灯塔啊。那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就是内外港，看到呢有一个最高的山头，那就是我们基隆山，下方有一顶小小的房子，那就是九份。夏天呢晚上渔火点点，满天的星斗，再看看九份的灯光亮起来了，好像星星全部都回家了。所以这边我们常常说叫星星的故乡。未来呢我们会有一日双塔，就从基隆灯塔走到球仔山，有机会呢欢迎大家结伴来这边呢走一走，看山看海。老师，那个是龟山岛吗？不是，你真是一秒人物基隆人，那个是基隆鱼。饿昏了。哎，我早就知道你们的小心思了。我们高远新村是非常非常好客的。我们眷村的妈妈们已经帮你们准备好非常道地的码头饭了，要请大家吃了。当然啦。好了，我们去吃吧，拜拜，谢谢老师。欢迎你们到我们曹建秋工作坊，这些来是我们建村码头菜，就是这建村妈妈他们研发出来的，感觉有妈妈的味道。对。这是不是竹轮？这个是不是淡水阿给？对不对？基隆，我们基隆人的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鸡骨啦，古吉拉，古鸡啦，怎么念？吉古拉。鸡骨啊，它是用什么做的？它是用鱼浆。这个只有在基隆才会有的吗？对。知道后面的时候就有那个海鲜味道。对对，没错。对。我现在要来吃这个豆干包啦，哇，很厚呢。哇，好吃吗？那口感真的是很多层次哎。我看看花枝，我很喜欢花枝。哇，咖喱花枝吗？对，有咖喱的味道，很舒服，但是味道也蛮重的，基隆咖喱的味道。来到这里就是要吃很当地基隆的菜，还有我们健身妈妈的味道。对，没错。吃到好饱哦！我也小安，你好饱。接下来又要点哪一位老师带我们玩基隆西岸呢？我记得我们在这边约人呢。我到了，不好意思，你好，大家好。那接下来你要带我们去哪里呀？因为我看这个地方什么地方啊？佛手洞，我们这洞里面有一只手哦。小孩你们看，我们有一只手，真的耶！大树怎么会有人的声音？谁什么无聊啊？基隆有非常多的海石洞。对，那海石洞的意思就是天然形成的，所以我们刚刚一路从洞口走进来，看到的石头的纹理都是天然，这个地方就变成基隆很重要的文化景点。这个是大自然做的，是大自然做的。哇，大自然这么厉害啊！那有没有就是一个脚印，然后就叫佛脚洞？好冷啊！哇，今天带你们来到的是百米瓮炮台。基隆很重要的是这个基隆港周边就很多的炮台的阵地，他们这些炮台都要防守这个基隆港。那百米瓮炮台维护的比较完整，所以后来就以这个地方当做一个中心。从这个模型就可以看到炮台的一些配置，比如说有炮座、有弹药库、有观测所等等。它后面有一个非常大的营区哦，所以这张图就可以看到军队的驻守的地方，整个炮台范围是很大的。太美了！哇！这个地方当时事实上是因为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，需要阵地，就做了非常多炮台。右边这个山丘就是观测所，这个古迹没有关门，24小时开放，一整年就可以看到这么美丽的海，太幸福了吧！所以我们以前都叫基隆叫做海港3城。长知识了，今天真的很特别呢。我以前只知道去渔港吃海鲜，去庙口吃小吃，今天我还知道基隆的西岸还有很多好吃的，特别像是高远新村的眷村菜。变的妈妈真的很会煮哎，让我想起我外婆的味道。真的，我们真的吃得很好。今天印象最深刻，去那个佛手洞，一进去你不觉得好亮？看到那个石头看起来有个兽，我觉得说大自然怎么会出这么特别的样子呢？还有高远新村的建筑也很特别，感觉回到以前的生活，然后也学到很多关于基隆的历史。没错，各位观众也欢迎你们来基隆西岸走走哦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去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。我是小安，我是波利士，下次见，拜拜拜。
拜。